好，现场的朋友大家好。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终于来到了最后一场，我相信非常的紧凑，各位一定也都有非常多的收获。那我们先来介绍今天参加最后一场论坛的重要来宾，第一位是国立台北艺术大学的校长陈凯煌。大家好。好，第二位是国家两厅院的总监刘一儒。好，那第三位是表演艺术联盟的秘书长廖淑宁。那第四位是医科智库的执行长石龙胜。那石龙胜，我们都称他石龙胜老师，他其实也是我们艺术永续联盟的召集人。其实艺术永续联盟是一个非常平等的组织啊，那所以召集人又等于校长兼撞钟。那很高兴，就是我们这几个组织，我们台上这几个都是艺术永续联盟啊，在去年开始创立的时候共同参与的组织。那所以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我们大家都要分享一下我们过去一年做的事情以及未来的期望。当然，在我们分享我们要做的事情跟我们明年的期望的时候，线上有一位最重要的来宾 Alison， 他会听我们讨论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最后给我们一些 feedback。Alison， 你好。非常开心你一直在这个线上陪着我们参与这么多的论坛。那昨天早上 Alison 的演讲之后，其实已经在台湾引起了很多的效应，立刻就有媒体希望可以采访到 Alison。那我们可能也会希望未来 Alison 有更多的机会跟我们合作。那我们先台上的部分，我们先谈一下我们各自几个组织跟机构的未来的想法。我们最后再请 Alison 给我们一个最重要的ending 的一个回馈。那我们先请我们的校长。OK， 谢谢国华，也谢谢线上以及现场参与昨天以及今天两整天的这个论坛，关心艺术永续的艺术圈的这些伙伴们。我想这2天听下来，特别在今年度我们是定调在去年的倡议之后。逐步推动到成为实践的一个议题。那么就北艺大来讲，我们已经开始在进行碳盘查的这样的一个报告书的测量以及撰写。那么这2天，我想我们听到非常多实作面的案例分享。那特别在刚刚前一场，我想听到2位 Susan 跟这个 Francis 他们的分享哈，我想更快速全面的引发我们去做一些重要的回想。我大概在13年前在北艺大创了艺术跨域研究所。那么这13年来，我们在课堂上不断的从一种环境批判议题到原住民性、当代原住民性。这个字很显然是我们自己兜出来哈，叫 Indigeneity in Contemporary Era， 就是当代原住民性。我想刚刚有几位与会的演讲者以及贵宾都提到，如果一个环境批判的角度是透过一个当代原民性，也就是刚刚提到的这种全世界的原住民族的总体的智慧，其实它是有能力来对过度全球化的这个泛滥的现象，做出一种所谓人类永续乃至于艺术永续的具体有效的一种方案。那这些方案，我想我们必须在回应当代生活，特别当代艺术文化生活的这个面向，怎么样可以让我们有更多的具体细节是具体可行的？它不再是一个口号式的一个宣示。那我想我们在明年，特别要开始走到一个更为全面推进的一个方向的时候，今天这最后一个半小时，我想很显然每个人都急于要表达他的一个期许跟意见。那当然我自己是深深的对所有昨天以及今天以及去年参与我们的国际上非常多投身在这一个任务上的艺术文化圈的朋友们，要给大家致上一个最大的感谢，
因为有了这2年的推动，我们才清楚我们一点都不寂寞，而且我们正走在一个非常能够被期望而且宽阔的路上。所以我们尽量让这个时间，请贵宾们来表达一点他们在专业上的实践的这个作为以及他们的看法。谢谢。好，谢谢校长。那其实校长是我们北医大在推动永续的 Green Captain。我想今天的演讲也让我们非常有启发哦。一个组织要推动永续，真的需要有一个组织跟一个内部的力量的支持。但是这个内部力量可能是透过一些过程逐渐形成的。我想这部分两厅院的刘怡汝很有经验哦。那怡汝是不是也请你谈一下两厅院已经做的事情跟未来的愿景？国华老师、校长，然后还有2位伙伴们，我们应该算是伙伴们，大家好。那两厅院其实大概在2021年的时候，我们自己宣称那个叫两厅院的永续元年哦，因为从那一年开始，我们开始倡议剧场里面应该要有永续的观念，那当然包含了我们去欧洲参加了欧盟的这个 Stages， 就是欧洲的剧场联盟他们所共同筹办的像这样子一个联盟，就是大家交换一下我们如何在剧场里面推动永续。那因这样的关系，我们开始大量的就把这个永续的各式各样的事情引进到两厅院里面的运作哦。那因为我们家的那个副总监也有参加了今天早上的会议啊，所以我想在他的这个说明里面，应该大家可以听得非常多哦，就两厅院做了些什么。那当然，今年一个非常重大的这个计划是我们在盘查我们的碳排放量哦，那这个已经接近尾声吗？就是今年的尾声，然后我们正在走那个程序，希望能够拿到绿色标章啊。那个这是两厅院的一件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然，老实说，以两厅院这么大的量体，我们大概10年前就已经一直在讨论如何能够节能省电，这个减少资源的浪费啊。那这个是很务实的一个理由，因为预算的关系，因为我们希望能够能够节省的地方，我们尽量的节省哦，这样我们才有机会能够去做到真正要做的事情、该做的事情，而不会被这个预算给困住。那所以10年来，我们其实一直都在设法，也一直都在处理这件事。只是到了2021年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我们要更有系统化，而且必须要想出新的方法。原因是为什么呢？剧场自己本身在谈这个节能减碳的时候，自发性的都容易，可是其实两厅院大部分的业务是跟外界有关的，就好比说我们的场域其实有70%是外租单位来使用的，即便是我们自己的制作的节目，也大量的是外面的团队跟我们邀请到的团队来演出啊，所以这件事情就变成不是只有两厅院内部可以，而是它涉及到了非常多外部的这个共同促成哦，所以它的难度是高的。那过去这几年我们讲过去这1-2年我们说的比较用力跟大声的时候，那当然就会引起了很多的讨论哦。那其中我们常常被挑战的是说，那我们是不是就不要演出了？因为老实说，刚才我听到上一个 session 的讲者也在提哦，碳排放量最高，照我们现在的调查，其实是观众就是你观众来的越多，我们的碳排放量就越高。可是如果没有观众的话，两厅院就活不下去哦。所以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困苦，我们还在找寻可能解答的方法。但是老实说，有一些题目我们真的回避不了，比如说要不要巡回演出，我们要不要国外的团队来就是货柜，就是人，就是道具，那就是那个我们无法 handle 的碳排放量。那因此我们这几年其实是在努力的找新的合作方法，比如说最近我们有个作品是我们跟瑞士的一个剧场合作的，我们共制，他们出导演，我们出演员，然后他们在欧洲的巡演由欧洲的剧场去负责，亚洲的巡演由
台湾来负责，就是我们两厅院来负责。那我们就是希望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新的合作方式，让我们不需要我们的演出要去欧洲演出，我们就要整批的人杀过去，或者是他们的人要来，就整批的人杀过来。那所以这几年来，我们一直在尝试新的 model。那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开始在修正我们跟团队的演出合作合约。也就是说，我们希望把这个东西有点像种下一根小种子，在每一个人的心目中，让团队知道这件事情我们是在讨论，他们无法回避啊。当然，不见得一次就可以做到最极致，但是我认为只要有开始走的那一步，我们接下来就会有希望。那还有一件事情其实是共识，就像我们其实4、5年前开始推动共融，那那个时候在推共融的时候，后来就发现其实最难做到的是共识。这件事情为什么要做？对大家都会增加一些多的工作、多的负担、多的支出、多的这个心力。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其实常常做到一半才发现，其实共识是我们最缺乏的，所以我们常常回过头来还要再重新跟同仁讨论，会大量的用会议，用这个利用每一次的见面的时间去讨论为什么这件事情对两厅院或对这个环境是重要的。那当然我们很开心，就是像北艺大这样子一个重要的艺术大学，因为北艺大培养的学生经常就是我们在剧场会碰到的人啊。只要从学校端已经开始做，我相信这条路我们在两厅院会做得更为轻松一些些啊。因为你想想看，这个一进到后台，便当就是7天在买的哦。那能够用环保便当这件事情不容易啊，因为它会增加工作。那但是如果连在学校都已经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就不会有错乱了，进到剧场里面就绝对会接得上手。那所以最后我有2个小小的感想哈。第一个是很多人我们一开始在讲永续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人跟我讲说，你这是公关议题吧，你这个是 PR event， 你这是假议题这样子。然后常常都不晓得该怎么说，我就说不见得你谈永续就是今天我水也不开了，火也不生了，然后啥也都不做了，而是我们能不能够发掘生活当中所有的小事，然后我们从小事开始做。就好比说，我们每次都在讲垃圾要分类啊，随手要关灯啊，可是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落实了，还是大家仍旧依照自己的这个心情想怎样就怎样做？所以第一个，我觉得应该是说倡议从小事做起没有问题的，不见得这件事情要翻天覆地的搞一个革命，而是从小事开始做。那最后一点我想提的，因为最近我们有跟国外的一些剧场也在讨论这件事情，我们就发现，其实就联合国的永续的定义里面其实是包含共融的。可是现在因为讨论永续讨论的非常热烈，导致于共融这件事情反而有一点点被忽略。以我个人的经验，共融做起来仍旧辛苦，可是它相较之下，看到成果的机会会高很多，所以在此也是希望跟大家有一个共勉啊，就是永续其实是包含社会共好这个概念的，所以共融不应该在我们谈永续的时候被忘记，它应该被包含在这个过程当中，然后这个永续才能称之为完整。好，以上我说的对。好，谢谢于如总监。其实这2天我自己在听这么多场啊，其实最深刻的也是，其实我们可能真的感觉不到我们在做的事情有多重要，但是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新的文明跟文化的定义。好，那就像刚才 Morris 在上一场告诉我们的，我们必须要去承担这样的责任。好，那或者是我们的其他讲者说，我们艺术界的人其实最有的就是创造力，我们最善于沟通，我们要用我们的沟通能力跟我们的社会说，到底现在发生了什么事，而我们必须采取这样的行动。那接下来2位语坛者呢，其实都长期扮演着跟政府、跟民间沟通这样的一个中介组织的角色。那尤其是表演艺术联盟，大概过去30年来都是台湾非常重要的文化智库。那舒宁，你们今年做了什么事？明年打算要做什么？好，
谢谢各位线上伙伴，然后还有在现场的伙伴，大家好。那其实表演艺术联盟，我们在今年非常开心可以参与执行剧场绿皮书 Theater Green Book 的中文版的计划。那其实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计划，和非常多台湾的剧场的伙伴，不管是场馆或者是编导，或者是设计，甚至是技术等等，就是开启了很多不同的对话。那我也想借着今天这个机会，其实想跟大家分享剧场绿皮书，其实它的重点。它虽然有设一些数字上的指标，但是它的重点其实只有3个。第一个就是我们怎么样的去减少一次性的资源跟材料，以及怎么样去增加所有东西可以再回收被循环利用，还有去思考它未来可能可以怎么用的选择。那第二个就是，其实剧场绿皮书也非常强调做法很多，但是我们可以因时、因地、因人去改变，然后去调整符合自己的一个状态。那第3个就是，它是处于一个在盘整的阶段。那我们是所有的事情，不管是制作，或者是建筑体，或是在营运上面，我们都需要先去盘点，然后去制造那个优先的顺序。那重点是不要先去思考我们什么做不到，比方说，哎呀，光电好困难，那我们怎么办呢？而是去思考说，我们现在的能源可能用了多少，那怎么样去进一步的减少等等，那逐步的去增加我们在处理永续议题的信心，这样。那当然，其实这2天真的是非常的获益良多。那其实关于台湾在剧场永续，那暂时停留在 Theater Green Book 这个减碳的议题上面，其实大家都有讨论到非常多的问题。那不管是包括今天刚刚之前上一个 session 有提到的，可能是仓储，或者是巡演，或者是去思考艺术节或是国际等等，我们到底要去怎么样来看待？那尤其是面对更深的是。我们的人才永续这件事情要怎么样来进行？那其实大家都面对的是一个高工时跟低薪的状态。那其实针对在今年，其实跟很多剧场伙伴聊天哦，就大家也都发现说，我们处于在一个被票房，然后被观众，然后被所有的制作流程跟议题追着走的一个状态，其实有一点疲于奔命。但借由永续的这个讨论，其实是想要知道说。我们怎么样借由这样子一个永续的概念，比方说有一个Green Captain， 或者是这样子一个绿色队长的概念好了。我们身为艺术行政，或是身为制作，或者是身为 Production Manager 制作经理，我们怎么样花多一点点的心力，然后在我们的工作处理800万个细节，然后需要非常的耐心的流程之外，再多想一点点关于永续的这块，然后去多看。绿皮书里面可能提到的一个要项，然后去延伸，然后去看看怎么进一步的执行。那其实这个是关于我们对于艺术行政，或者是制作人，或者是技术部门，怎么样提升我们现阶段的一个地位，或者是一个自信的来源，一个蛮重要的指标。那其实也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永续的意义的分享，其实是可以再一次的让我们找到就是关于剧场工作的热情，不管是我们自己本身在执行这些行政细节上面，可以找到一个赋予它一个新的意义，又或者是我们制作出来的制作本身，它可以对社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其实都是可以期待的。对，那在剧场绿皮书里面，其实也有提到，就刚好是这2天，就是刚好有伙伴提到的一些问题哦。比方说，其实我看到有提问里面有在讲艺术节，我们是不是不要办艺术节了？那或者是说减碳才是唯一吗？等等。其实，在剧场绿皮书里面有提到，像艺术节它本身，当然它处于的是刚提到的共荣的意义，或者是平权的意义。那我们在做艺术节，已经在实践这些意义的同时，有没有可能多一份心力，然后去回看怎么样在这个流程里面更比方说制作物有没有可能在场馆它已经是一个行之有年的品牌性的艺术节之外，它可以把这个制作物每年的逐步拿出来使用，又或者是说大型的公部门办的艺术节，它可能短时间内办了5场10场，在一个规格化的制作流程之下，它这些制作物它就可以不需要去重新的每一场都被制作等等。那又或者是说我们在艺术节里面怎么去倡议大家可以使用比方说循环的杯子，或者是不要带一次性的食物或者是容器等等。其实，在台湾有蛮多音乐季已经开始进行相关的倡议哦，即便是甚至还有一些净滩的活动。那即便是那个成果，大家都还在去挑战，但是我觉得这个意义是在于说，就像这次 CoPlay 大家也非常注意到的一个行动一样，它是主张，然后它是一个倡议，让更多可能还没有机会接触到这个议题的人，会进一步来思考我们怎么样在生活中，或是我们把工作的每一个细项都有意识的放进去，这样。
对，那所以我们在今年就是处理完了这3本剧场绿皮书的中文化，那包括了永续制作、永续营运跟永续建筑。那我们我们目前也开始跟一些团队进一步的从他们的制作流程里面去讨论，然后一起去看说怎么样在这样子的预算结构里面，或是在这样的人力里面，慢慢的去挪移，然后去思考这样子的资源配置，然后让大家可以达到我这一次可能可以减少购买10%或是20%的新的东西，有什么东西可以去做替代？那它是一个非常需要花时间，然后跟大家的一起投入的过程。那我们希望可以透过这样子的过程，那明年可以举办一场又一场，可能是系列性，然后它是没有时间性的，是一起不同的案例的讨论。那我们也希望可以陪伴更多的团队，他们都能够实际的，我们借由一起共读，然后一起去找出剧场绿皮书里面可能可以实施的要项，然后放到各自的制作流程里面，以及他们正在做的事情，他们怎么样去强调出来，怎么样让更多不同的单位或环节知道说，其实我们已经在做了，然后彼此增加信心，然后建立伙伴关系，一起往永续的未来前进。好，谢谢廖淑妮秘书长。那其实表演艺术联盟啊，其实是好，谢谢廖淑妮秘书长。表演艺术联盟是表演艺术团体组成的一个共同的组织哦，那所以它其实背后就是一个联盟，很多表演艺术团体共同的组织。那表演艺术联盟平常的工作，除了当做政府跟民间的中介组织之外，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在常常是接受政府的委托，在协助或者是辅导好表演艺术团队跟场馆。好，那所以其实他就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在我们的艺术永续联盟里面，还有好几个联盟，譬如说画廊协会，也是所有台湾画廊的共同组织，还有视觉艺术联盟，这是我们台湾视觉艺术家的一个共同的组织。那今天在场的石龙胜老师是联盟的联盟啊，那所以我们艺术永续联盟等于连接了好几个联盟。那所以您不但代表艺术永续联盟，你也代表了画廊协会跟视觉艺术联盟，你可不可以再分享一下今年做的事情跟明年我们大家的期许？谢谢国华老师大家好。我本身大概今年画廊协会它成立了那个绿色永续绿色使命办公室，我是这个办公室的主持人啊，就我主要是我们要对这个画廊这个产业怎么样去应对未来的这个永续的这个议题的这样发展。那我们要讨论的是就是说我们的会员几乎都是商业组织，所以我们面临的法规其实要比非营利组织要来得严苛很多。所以我们要面对的谈就是说，当我们在减碳的时候，当然一定要往这方面来发展。可是不可能，我们永远都没有产生碳排。那我们没办法减下来的碳怎么办呢？我们怎么去应对这个问题呢？就好像刚刚上一场大家提到部分，我们是不是为了要避免产生碳排，所以我们把所有的展览、把活动都改成是线上的吗？那这样的话，完全就失去了文化艺术这本身我们对一个社会文化的价值的贡献这个部分。所以，如何在我们在减E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头，我们也不能因此而丧失了我们对 S 的贡献。就像比如国际研讨会，它的目的除了一个知识的分享之外，它还有一个实体下面的一个所谓的文化交流的意义。那像这样的一个线上的研讨会的时候，当然我们基本上可以满足我的知识的分享，可是它的确就少了过去国际研讨会下面的所谓的交流的这样的一个层面的价值。那我们不希望在谈永续的时候，我们失去了这样的部分。所以当我们面对我们的会员的时候，大家会担心，就是说我要谈永续、谈减碳，会不会对我的艺术市场产生影响？那所以变成我们要提出应对的方式，就是我们提出一个所谓的艺术碳汇的这样的一个架构的一个处理的方式，就是我们要减碳，但我没办法减碳，没办法在减的时候，我怎么样去进行我的碳中和，或者用购买碳权的方式来进行所谓的这样的一个碳中和、碳补偿。那当然有人讲说碳权那就是一个你买一个赎罪券，但事实上我觉得并不完全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概念，因为事实上碳权会产生，是因为你有两种方式，第一个是你补碳。你可以有这样的技术，或者是说你有一片的森林，或者绿碳，或是蓝碳等等方面产生的一个碳权，你可以提到市场上面做交易。另外一部分是我改善我的制程，让我的碳排从原本很高降下来，那降下来那个部分的那个
就是你的碳权，就可以拿到碳权市场去做交易。那透过资本主义的商讲，就是说我购买这个碳权之后，我让我的资本、我的资金流到了这些减碳效益比较高的机构或者企业上面去，让他们会进一步的去做更好的一个减碳效果，或者是研发更好的补碳的技术，让大家在整个减碳效果可以做得更好。因为毕竟人类的活动不可能没有产生碳嘛，这部分，所以我们艺术碳费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可能提出这个概念，就是我们接受碳权作为艺术品购买的一个支付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这是这样的一个机制。好，所以我们做的这样的，今年在台北艺博会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实验，就是我的作品里头有90%我收的是现金，10%我收的是碳权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另外一部分，我们明年我们要尝试推动的是在说在艺文活动里头，其实最大的碳排放来源其实就是观众，所以我们有没有可能在说针对未来我的门票的收入里头，我开始去收紧碳费？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你搭乘航空公司来讲，有些航空公司开始提出了一个自愿性的一个所谓的碳费的支付，就是说你这一趟的旅程里头产生多少碳排，那你要付这样的一个碳的费用，然后呢航空公司把这样的费用再去购买碳权，然后去让这个资金流到的一个相对应的这样的一个机构组织里面去做更有效的应用。所以我们也在尝试看看，就是说，在我们没有办法去要求观众的交通工具情况下，那我用差别的费率，就是说，你今天如果是你开车，你的票价会比较贵；如果你搭了捷运来讲，你的票就会比较便宜一点点，类似这样的一个构想。这大概是我们明年在台北艺博里面，我们想要尝试去怎么样去来实施这样的一个机制。那当然在碳权里头来讲的话，现在也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说，在就很多的一个碳中和来讲的话，碳权当然是一种所谓的一个费用，可是事实上碳权是有价值的，所以当今天比如说我没有用完的碳，我可以拿去市场上面做交易，那这边来讲我也可以获得一些现金的回馈利益上，所以这个时候的碳它变成是一个资本，是一个资产，所以当它是变成一个资产的时候，那你在你的会计账目表上面怎么去呈现它？在目前来讲，全世界几乎没有相关的法规，哪国政府在这边的法规上面是空白的。那台湾目前曾经有一个案例，就是说把它当作是一个无形资产的方式在，来作为它一个财政报表上面登录的一个项目上。那这是目前来讲，就是说虽然说财政部同意，金管会同意的但它并不是一个常态，还是有一些可以再讨论的地方。所以我们透过这样一个实践过程里头，你陆续发现，在很多的法规面或实际面上面呢，确实应该要重新去讨论的地方那我们也在一步一步慢慢的去从实践过程中去做一些修正，那或者一些法规的修法的一个游说或者是推动这是我们大概接下来明年我们会要做的事情跟计划。好，谢谢石荣生老师那其实石荣生老师最后在谈的事情，其实是跟政府的沟通。那其实艺术永续联盟从去年到今年，其实都在跟我们的政府文化部门沟通那这个过去在台湾整个文化政策发展的历史上有好几次，就是民间跟政府沟通，刚开始可能有一些慢，可是一旦政府的法规确定了之后，影响就是全面。好，所以像各位的中介组织跟政府的持续沟通都是非常重要。好，那我们也期待也许明年我们的文化部门就会坐在这边跟我们谈一些新的政策或者是法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 Alison 回应，不过非常不好意思是因为时间很短，所以我们刚刚每一个人都是用1.25倍的速度讲话。我希望一直关心我们的 Alison 可以听得清楚我们刚才的发言。我们请 Alison Tikel。No。非常谢谢大家的分享就是非常谢谢，很开心听到大家的分享那我也就是发言保持简短，也真的非常感谢就是大家所做的努力。我想首先谈就是我们面临到的这个课题。我今天读到这个，就是3天后我们就会在杜拜举行 COP28。那这个负责人他就说，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幸免于气候变迁的灾难。那我们大家都站在第一线。那我觉得其实这个时刻就可以提醒我们，在这个时刻，在这个时代，我们今天集聚一堂，不管是线上线下，我们决定未来的走向。所以我们今天所做的每一件事，不管是大是小，
不管是一个小小的善行，或是一个策略的行动，都会对未来有很大的影响。每一个事情都很重要。那我刚刚也听到，从早上到现在听到好多好多很有创意的这个想法哦。从这个减碳大家都知道很重要，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要怎么样用这些很天然的这个解决方案，追求气候正义，考量多方的这个权益，我想这是很重要的。那我想另外文化也很重要，大家都在这个文化产业，那文化就是我们最好的这个利器。如果我们今天要成为这个气候领袖，我想我觉得今天在座大家做的都是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那我们的重点就在于去关怀这个地球，更审慎的去对待自己的每一个决策。所以我们要真的是掏心掏肺的、用力的去推动这样的永续转型。我觉得这是大家都应该要做的很重要的事情。那最后就是除了深深的感谢在座各位推动的努力之外，因为各位真的是未来文化界的这个守护者、守门人，能够把这个爱跟关怀、慈悲、慷慨这种互惠的心，去帮助世人。那我们现在真的非常需要创意来因应当前的气候挑战。所以，在这个杜拜的 COP28我之后也会出发前往。我们会呼吁政府，不只是这个文化产业，我们会呼吁政府要有一套系统性的方法，要让文化产业纳入这些气候对话里面。Julie's Bicycle 其实一直在推广这个文化政策，但是文化政策现在的声量还不够大，而且我们也不能自己做到。我们不可能光是一个产业就能够控制1.5度的升温，就能够挽救生物多样性，就能够挽救地球免于毁灭。所以很重要的是，我们要去翻转我们的做法。现在很多的做法是以前这种欧洲殖民主义的这个价值，那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典范转移，以爱、以关怀、以慈悲的这个心态去了解我们大家都是一体，都只有这个地球。所以我们希望说，现在这个气候政策也要纳入文化产业。那今年呢，我们有非常多政治力量的这个支持，我们也会这个在部长级的会议里面提出倡议。那明年呢，我们也会有一个这个联合的工作小组，去结合气候以及文化政策，希望说这个联合国的相关部会能够给我们支持。那在巴西呢，我们也会正式导入这个政策的框架。那希望说全球的这个气候政策也能把文化视为解决方案的重要一环。所以如果各位这个单位也有意愿来支持我们的话，我们非常需要各位的这个协助。那最后真的再次感谢各位带来这么精彩的2天的论坛，非常感谢主办单位，感谢所有在座的这个努力。那也非常鼓励大家再多做一点，再多倡议一点，再多游说一点，就是再多走那一小步。我想各位的每个努力都会有所结果，都会有所影响。谢谢，再次感谢，谢谢。
非常非常谢谢 Alison 最后给我们的肯定跟鼓励。那我们都已经走到了跟全世界结盟的路上了。那如同 Alison 给我们的勉励啊，我们都要再多做一点，再多走一步。我相信所有今天在线上参与的朋友都已经分享到了我们共同的使命。我想我们大概也都会继续持续不断的做，包括我们联盟的每一位。那再加上明年这个时候，国立台北艺术大学2024艺术永续国际论坛，我们还会继续主办。在那个场合，我们可能可以有更多我们未来1年实践的成果、结盟的成果，会跟大家分享。那从刚才 Alison 跟我们的谈话，以及这2天的谈话里面，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新的时代，我们面对了新的价值、新的典范、新的文明、新的文化以及新的产业。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在我们的工作，不管我们在哪一个岗位，在世界的哪一个位置，我们都要多想一点。可能我们的一小步、一个新的决策、一个动作，我们可以挽救很多的生命，我们可以解救很多陷于苦难的人类朋友。谢谢所有的朋友在线上跟现场的参与，我们明年再见，大家一起再多走一小步。